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钱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钱子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看美国五军协同5分钟活逮马杜罗，这个是美国代号叫做绝对决心的一个行动。我们看到震惊全世界啊！情报先行，早就已经掌握了这个马杜罗他们夫妻的一个行为，他们的行动。另外呢，我们看到在2个小时20分钟之后马杜罗这个行动从一开始到结束不到3个小时，2个小时20分钟。这对夫妻被押上美舰我们看到特种部队只花了3分钟就抵达了马杜罗的所在位置，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进入这个建筑物5分钟，三角洲部队回报，我们已经把人给逮了。当地时间凌晨的4点29分，这对夫妻已经被转移到委内瑞拉外海的硫磺岛2栖突击舰上，非常的快。迅雷不及掩耳。不过，当我们看到马杜罗他被押解到纽约的时候呢，他有看到镜头在拍他，他还举了一个 V 字手势上阶梯的时候呢，腿可能有一点点疼他有一点点在呻吟边走边问他的老婆说：“我们现在要跟大家问好吗？要说晚上好吗？还是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显然这一切都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我们看到一开始由这个川普总统在社群媒体发布他被逮的时候戴着眼罩，然后穿了一身这个 Nike 的运动服，可是很快的下一秒我们就看到他已经换上这个蓝色的 T 恤，这个是那个帽 T 原来这也是美国的品牌叫 Origin。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据说啦，专家有解析就是宣传战，要告诉大家这是美国品牌因为这是极为少见的美国制造商据说这个创办人他是柔道的爱好者。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万事皆有利益。我们看到可怜的是这个废墟一堆因为美军是有这个做一些袭击嘛，有一些平民，有一些士官兵死掉了。80人很不幸的在这一场行动中死亡，而且变成了废墟。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蛮可惜的，过去10几20年国内的经济其实不好。那当地有一些华人在做生意，他说顾客排队买生活物资，打火机都快要卖光光了。他们有国防部怎么搞的这个让这个美国进来，好像这个完完全全入无人之境，完全没有抵抗。这个国防部长有讲，他说伪国的军方会继续动用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其实就是侵略，没有错。现在由副总统逝世，副总统说这个到底要怎么说到底要依循谁？因为国内的政局现在大家知道一定会动荡嘛川普已经对这个副总统喊话了，这位女性她说：“你如果不做正确的事情，你的代价会比马杜罗大。”这个明显就是在威胁他他说：“如果你不听话，我会对你进行第2次打击这个是黑道在恐吓人吗？”这个代理总统就是这个副总统，他就说：“好啦，我愿意跟美国合作。”你看，很快就软了，因为一开始他有在谴责，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副总统他说：“我们邀请美国政府共同制定合作议程，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在国际法的框架之内行事，强化持久的社群共处。”而美国其实有个反对派的领袖，他还拿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他也说他要进来这个政府，所以现在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动荡。另外呢，各国在挞伐美国的霸权，包括欧盟有26国呼吁各方要克制，像是巴西这些中南美洲的国家，其实是很严正的斥责美国，你是开了危险的先例。像是这个印度的主播，他直接说你西方太伪善了，你西方太双标了。我们来听听看。Now we come to American allies, especially those in Europe. How are the champions of a rules-based order reacting to this? With their trademark hypocrisy. Imagine if Russia had done this to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y, attacked bases at night, swooped in with the helicopters, arrested Zelensky and his wife, and flown them back to Russia. How woul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responded? Would they have still called for restraint, or would they have condemned it? This is the double standard I was talking about. 好，所以想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到另外一个国家，把他的总统给活逮，然后离开这个把他带回自己的国家里头。如果发生在你的国内不管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包括乌克兰甚至有人比拟台湾，
所以这个都是很难接受的嘛。川普高举门罗主义，驱逐中俄势力。中国大陆的学者说，委内瑞拉的危机可能会引发寒蝉效应。中南美洲这些国家都在看呐，可是川普他非常志得意满，他说这哪是什么门罗主义啊，这叫做唐罗主义。我超越了门罗主义啊，这是更 upgrade 啊，这是更升级版啊。我们在看，包括中国大陆，它到底是不是剑指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呢？包括石油的利益哦，我们看到今天习近平已经发话了，他说这是单边霸凌行径，冲击国际秩序。王毅说，中国从不认为有国家可以当国境警察。没有国家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哦。我们看到呢，川普其实也有提到中国大陆，他说美国不会因为马杜罗跟中国发生矛盾，我跟习近平的关系很好啊，不会有问题的。而美国这一番行动是在清理后院吗？还是其实剑指北京呢？很多国际学者都在讨论哦。现在委内瑞拉的石油老主顾拉警报，美中竞争可能会升温，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大陆从委内瑞拉买了很多油，那未来到底怎么收拾呢？来请教亮哥。美国这个行动时间这么快速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委内瑞拉有一个最高原则啦，就是不要跟美军交战，因为几乎没有看到委内瑞拉的军队做反制，事实上被炸死的就是有雷达站的人。还有贴身的几个啦，对啊，那已经是侍卫的，侍卫。可是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有人进了那个安全屋啊，为什么没有去保护总统？我甚至怀疑有人是领了美国人的钱啊，因为美国悬赏马杜罗5000万美金啊，那他也都知道安全屋的位置，知道他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啦。因为美国并没有占领，他只是把马杜罗除掉，你以为你这样就控制了军队啊？美国当初伊拉克是占领大家不要忘了，不然你以为伊拉克的油田就是你的？而且委内瑞拉的军方跟石油的公司有高度的利益勾结，他怎么可能给你？委内瑞拉的军队有20万委内瑞拉的面积是台湾的30倍我认为美国如果没有占领，那很容易会进入内战，稳不住了。那个马加多根本稳不住政府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讲说，那这个副总统是马杜罗任命的嘛，他是经济专家，他怎么稳得住政府？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那个国防部长，就是那个国防部长，那到时候是不是要跟反对派大家一起合组政府？可是难度极高啦，因为军方在马杜罗执政13年，跟所有的特权利益全部都结合，全部勾结在一起，所以你说你美国怎么进去？你美国又没有占领。可是川普不是说他要接管委内瑞拉吗？他每天都胡说八道，你没有占领怎么接管而且那个马查多就只是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他没有实力啊。而且上次选总统的也不是他，所以我认为这个局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局。你一旦没搞好，就变成第二个利比亚。对，就变成第二个利比亚。就是没有占领的，那占领的就是伊拉克嘛。美军在伊拉克搞了10几年花了2兆美金你以为你镇得住啊？我那时候我再讲一次，面积是91万平方公里。你怎么抓得住？你太高估自己了啦。那川普要的是什么？那个反毒的部分，我觉得不难。其实我讲白了啦，美国整个进口毒品委内瑞拉只占1%，大部分是墨西哥吧？还有那个哥伦比亚。对啊，他已经讲了下一个是哥伦比亚，下一个是古巴跟哥伦比亚，下一个是古巴了。因为哥伦比亚是配合反毒的问题啊。那个总统社会主义的，他就是反毒最彻底的，所以你如果要去抓那个哥伦比亚总统，是一点正当性都没有了，所以委内瑞拉他基本上就是为了油嘛，因为它的储量占全世界大概18到20%，很大，对， 3000亿桶，
对，啊，那问题是现在全部国有化，你要怎么弄？你那个美孚石油被没收是1976年呢，到现在已经50年了。那这个50年当中，马杜罗执政的13年都包出去了啊，其中也有一大堆是中国的公司啊。我请问你要怎么处理？所以后续要收拾很难处理了，更困难。哎，将军怎么看这一次的突击行动？这次突击行动美国能够顺利在整个从发动10点3刻，就10点45分到3点钟结束，整个5个小时。美国掌握了3个原则，第一个保密，所以马杜罗完全不知道。他的保密非常严密的，所以他的行动就会增加，他安全系数就会提高，然后成功的达成率也会高。第二个，他的是先抓双权。制空权跟制电磁权，所以制空权很简单，把它关东系统雷达打瞎，雷达一打掉之后就瞎了嘛，就是说空权就拿到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制电磁权，他派了 FA-18G， 就是咆哮者电战机，全部电磁制压，一制压你的直管通讯当掉，你就孤立无援啊，怎么联络？那发生什么状况？怎么通报？没有办法通报，所以制双权是非常重要。空权跟制电之权，所以美国掌握住。第三个要迅速，兵法千种，唯快不败，所以要速战速决。所以这个美国的外科手术室的斩首行动，大概就是这样。我在有台的时候就讲过，美国一定会做里应外合，那个里应内应嘛，美国已经买通了嘛。刚刚亮哥已经讲到，5000万美元那是15亿台币，把这些人买通，变成自己人，就好像买一些共谍一样，把他抓到手上。类似这样，然后里应外合，所以马杜罗他们夫妇的所有的行动、生活起居、作息、睡觉、宠物，甚至吃什么罐头，都知道了。为什么里面的人通报了嘛？所以就是这样的。这个里应外合之后呢，又刚才3个原则，然后这个马杜罗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首都啊，加拉斯加就在海边。委内瑞拉91万平方公里，它可以内迁到500公里，哇！这个位数纵深，这个首领要有位数的纵深，位数纵深，它直升机就不会进去了嘛。它的直升机一进去了30公尺的高度，30公里大概有10层楼高度，低空一进来之后呢，5分钟就到达总统睡觉的地方了，5分钟怎么来得及反应啊？所以那个马杜罗被抓的时候，可能还在穿裤子啊，因为还来不及5分钟，你看没有，根本来不及。他还来不及躲进铁堡，就被束手就擒，所以这个他地方错了。这个时候应该他有他的行馆，有别馆，到其他的地方，像那个美国总统川普，他还有海湖山庄呢，他不见得一定要在华盛顿。伊拉克海山就躲了8个月。对啊，就躲嘛。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有危险。那在海边，所以我们看了，在1989年，美国总统卡特去到伊朗的。要去营救那个大使馆的人质，美国行动失败，为什么？德黑兰在里面，所以他里面的这个执行任务非常困难，还相撞，美国的直升机2架直升机还撞了坠毁在沙漠上。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这个马杜罗的他没有国安警觉，然后他下面的4层防卫都断了。第一个，这个战机的防卫没有了，他这个有 F-16，有苏凯30，没有战机防卫。第二个 S-300没有启动。S-300这个远程的地对空飞弹啊，根本没有动作嘛。第3个就是最近的3毛举的防空飞弹，还有铠甲防空飞弹没有用了，这刺针式的都没有派上用场。最后这个我们讲的内卫就是铁卫也没有那个我们讲的火箭筒啊，跟冲锋枪啊，要硬干啊，把这个美国的三角洲部队海豹部队干掉啊，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委内瑞拉4道防线崩溃了，也造成他的败局。是，来，苑老师，我很不愿意这样讲啊，但是我必须要说明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说2次大战以后，美国在亚洲打的战争都没有赢过的原因，就是亚洲人的战争的心态跟拉丁美洲人平常生活的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刚刚讲说拿了机关枪对着这个三角洲，他到亚洲来，到越南、到中国、到朝鲜试试看。对了，你要了解，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这边当卫士的时候，这个我相信钳子非常了解啊。我们这个老总统到了最后都有人为他卖命啊，马杜罗有人为他卖命吗？
啊，我们这个现在要了解为什么叫革命军人，他不革命的都是拉丁人，整天跳舞、吃饭、喝酒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大家知道啊，马杜罗选举获胜的时候啊，在这里他是51%啊，换而言之的话。委内瑞拉国家是完全分而治之的两派人啊，对不对？他们这一届2025年多讽刺啊！那个川普嘴巴讲的要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被一个委内瑞拉的女性马奇多领走了，这说明什么事？就是说，然后川普自己都知道，那个美国要管辖委内瑞拉的情况下，马奇多没办法我来接替。为什么？马奇多当时印象很好，意愿很强，但是他在国内就不受欢迎。然后第三点来讲，委内瑞拉的结果到今天为止的话，是自己搞的。从查韦斯开始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油赚的钱全部分给大家。我跟你讲，房子分了200万户啊，对不对？哎呀，这个不得了啊！委内瑞拉本身来讲，老百姓爽上天了，福利好到分哥伦比亚。哎，大家知道，那今天为什么穷成这个鬼样子？你知道委内瑞拉人在干什么吗？委内瑞拉人全部都忙着选美啊。委内瑞拉选美都是女生很漂亮，很美啊，但是跟委内瑞拉比起来差很远啊。他们很漂亮的，对，不是啊，他们选美很有名啊，选美国家。哎，我跟你讲，大家很早就开始啊，就是穷成这个鬼样子，要搞成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讲到，因为我刚刚看到上面讲说，委内瑞拉被我们占领，要比委内瑞拉自己搞要好得多。才出现这种结果啊！委内瑞拉人的话呢，至少有一半人认为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出现2种极端的反应啊，在那个加拉加斯的那个街上啊，就是一派人非常高兴，那个兴奋的程度啊，就像这个沙滩护山垮掉一样啊。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批人的话，就是要坚持对抗到底。但是委内瑞拉那种拉丁美洲人跳舞是很厉害啊，但是你叫他们干到死为止的话，我告诉你，你要不然你就试试看到只有亚洲文化区，越南也好，朝鲜也好，中国也好。你美国人进来可绝对没办法活得回去，这个就是民族性。对呀，你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呢。至于说是要钱不要钱啊，谁随便收买，那个马杜罗被抓的时候也表现得很拉丁美洲人，还在那边嘛 Happy New Year， 对，还这样子哦 ，Happy New Year， 你应该马上切腹啊，你对不对？你把搞成这个鬼样子，我他妈评论懒得讲了。对，他还对着这些所有在纽约的这些，还问他老婆要不要问他们好？对，就还说哎 Happy New Year 啊，这个大家好 ，Good morning 之类的，这个我也搞不懂他们的民族性，可能我们很难想象。不是，你去一趟拉丁美洲就知道了，他们是乐天的哦。不过这个当然委内瑞拉哈之后会有一段期间哦，可能国内的政局会有很大的变动。不过我们来关心距离我们更近的国家南韩，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昨天已经登陆了哦，他说此行哦将会勾画韩中未来30年关系的里程碑。那昨天呢是中国科技部的部长殷和俊到机场去迎接他哦，那他强调此行是务实外交，第一个行程跟他们自己的侨民会面哦。那个在这个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这个南韩的侨民，那包括三星啊、LG 的会长啊，好多这个商业界的巨擘啊，都来随行在李在明的旁边哦，想要来做生意。我们看到李在明会习近平此刻可能正在这个见面哦，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相关的讯息，等一下都会插播给大家知道。有5个议题哦，预期会签署超过10份的 MOU 哦，包括贸易、经济、安全、北韩文化交流哦，所以有非常多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合作。而另外，我们看到韩国媒体就说，韩国现在兴起了向中国学习的风潮，包括在 AI 啊、机器人啊这一些领域哦。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李在明他有谈韩国人现在都做什么，礼拜5下班，然后飞去上海哦。其实这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好。直接从青岛啊，有些人是到青岛，有些人去上海哦。它是年轻人的新风潮，去吃吃喝喝啊，哦，去逛个街啊，哦，然后去打卡啊，拍拍照。我们看到包括这2个国家哦，这个领导人见面哦，其实蛮不寻常的哦。我们先看到南韩总统是隔了6年才访问北京哦，那李在明抵达北京会释出指标意义哦。因为北京已经事先要求他支持表态，支持一中哦。那李在明也重申，韩国将始终如一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强调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彼此核心利益的充分尊重之上。而过去韩国的这些总统啊，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会去拜访日本，会去拜访美国哦。新年第一天
第一个旅程哦，第一个访问外国的这个元首，居然是这个北京哦，这个也很罕见哦，已经打破了这样子的惯例。还有一个行程也深具意义哦，礼拜三他打算到上海去哦，他要去这个地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职哦。这个地方啊，看起来好像是普通的文化行程，其实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态。李在明在这个地点与中国共同追溯抗日的历史记忆，还是在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号？因为众所皆知啊，现在中国跟日本的关系非常的差哦。那我们看到日经亚洲在昨天也释放一个消息，他说驻韩美军将会扩大行动范围，应对台湾突发事态哦，讲说这些。这个在韩半岛驻扎的美军呐，不只是顾这个韩半岛哦，如果在这个区域相关的地方有事，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应对。中日现在到底怎么解呢？这个川普总统到底有没有解方啊？我们先来看看呢。委内瑞拉的事情哦，全世界很多国家有表态的，有不表态的，有谴责的，有不谴责的。高市早苗他发了一篇脸书，他发了一篇贴文哦，那里头漏等写了一堆说日本一直以来尊重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和原则，可是他没有说美国袭击的对还是错，没表态。他没有说这个美国错，也没有说美国对哦，就讲了一篇这个看起来这个云淡风轻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对伪国的军事行动让日本陷入了两难哦。所以呢，高市现在打算是用观望的，看看其他国家怎么说怎么做，我再跟进。而中国大陆啊，现在看起来没有要让这段关系改善哦，像是相关的这些批判的声量啊，还是很强哦，所以看不到这个关系有和缓的尽头。来请教亮哥，这个。李在明这么快就访问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故意的啦，就是要区别日本跟韩国。本来中日韩在1月本来是有高峰会的，就现在就日本不能来嘛，那韩国是带了200多家企业，它不是只有要签9个双边协议，还有1对1的，1对1就是韩国个别企业跟大陆。那个相关的企业要来谈的啊，内容非常的多啦。这个韩国带头的是三星、SK、现代汽车、LG 啊，那要谈供应链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还有旅游、人文交流啊。那这里面大家所注意的 K-pop 大概要恢复了。因为要跟北京爱豆文化传媒要签相关的艺术知识产权的，就这个协议韩流的相关，对，有关韩流的啊，那是不是立即可以在中国公演？这个还不知道，可能应该会有一些节目先做交流吧，啊，那韩国坦白讲是，因为韩国的经济受到中国的那个冲击是最大，比台湾还要大哦。所以韩国现在的反中情绪是全世界最高的，有90%反中民众真的比日本还高。所以你看在那个明洞一堆人，那个大陆的观光客去，他故意举，现在还有吗？都有。所以。可是韩国的经济又没有办法脱离中国，它出口有24%在中国大陆啊，比日本要低啊，不比日本要高啊，所以中国大陆就是我市场欢迎你进来啊，希望能够争取比较多的出口到中国的机会啦。那韩国大概也知道，那个制造业的部分要竞争真的很难啊，所以他要推的就是服务业，就是服务业啊。所以他会跟阿里巴巴啦、电商啦，那个就是有一些韩国的文化的产品之类的啦，反正就是服务业啦。那个韩国的服务业，我觉得目前还有相当的竞争力啊。那制造业真的非常的困难，像流行产业这些啦，流行广义啦，可能还包括金融啊一大堆啦，金融业的，然后还有旅游业，他觉得他们都还有一点竞争力，可是工业真的是受创太重了，那至于高市对马杜罗的态度
其实日本的地缘政治是最险恶的啦，是，中国跟俄罗斯就在他旁边呢。对呀，那你能偏袒美国吗？你偏袒美国，中国跟俄罗斯搞不好以后用别的名义来揍你啊，都是单边的啊。所以我认为日本大概不会讲话了，可是欧洲非常明显。我目前为止只看到挪威，挪威直接批评美国这个行为违反国际法，其他都不敢讲。西班牙也有，西班牙也讲了，西班牙跟着他们一起讲西班牙，反正就是不太敢讲啊。欧盟也讲一个很中性的话，对，很中性，就大家克制这样。可是并没有直接点说你违反国际法，没有。挪威直接讲他违反国际法，可是这个没有用啊，因为美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所以现在国际已经陷入一个困局了，就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如果做这种单边行动，谁能阻止？是，所以这些中小国，如果有人对你有敌意的，你如果没有核武器，恐怕就随时准备挨打。对啊，他就不敢去弄金正恩。你有没有发现金正恩现在，我真有远见。对啊，我跟你讲，现在有3个国家，都是因为有核武，没人敢打。一个是还有以色列，还有巴基斯坦，印度也很想打巴基斯坦啊，有核武器啊，真的。所以现在变成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伊朗啊，因为伊朗现在群众上街嘛，闹得厉害。以色列跑去找美国，就说我们要不要在他核武器做出来之前，把它给弄掉，先把他的宗教团体干掉？对，我认为最可能出手的就是伊朗。川普现在在找机会，所以 next。如果哈米尼有镇压群众，导致伤亡，我认为他们就准备动手了。有啊，其实已经有数十多人吧。可是你要把那个革命团，本来消息是完全封闭，你要把那个宗教的革命团体拉下来，对，费很大的力气。因为川普在2天前有讲说，如果你敢这样做，我子弹已经上膛了。其实有料。因为伊朗看到委内瑞拉这样会怕，对，一定拼命发展核武器。要自保啊，小国的自保之道啊。来，岳老师，我跟你讲哈，首先呢，这个刚刚这个亮哥讲了很多这个韩国的工业，对不对？我们来聊聊农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韩国人最喜欢吃泡菜，叫 kimchi 啊，对不对？大家知道 kimchi 里面有几%是韩国人造的，韩国人吃的，不是我们台湾人吃的啊，对不对？我跟你讲大陆出口到韩国的泡菜占了韩国人吃进去的kimchi99%。所以你以为吃的是韩国泡菜，结果是大陆泡菜？不是，我跟你讲，你那个韩国牌子。对了，我跟你讲哈，这个青岛人这边是青岛人，青岛有个人造镇啊，他自己一个镇就出口，韩国人现在吃的80%的泡菜。你说韩国人讨不讨厌中国人吧？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出口的能力太强了嘛。那韩国人自己的话呢，又不愿意做泡菜，又不能够不吃泡菜，那怎么办？所以你讲的泡菜都变成中国泡菜了。我们还习惯叫韩国泡菜，所以韩国人对中国人印象是感觉到，既这个存在又是个威胁。我跟你讲，这个迷雾帮的这样子的一个套招啊，被日本解开了。就日本一下子挨打以后啊，韩国人马上学乖。马上这个李兆明的话，他发觉首先第一个医学院在这个拜登面前谈及他没什么用处啊，因为川普上来以后根本不管这一套啊。川普说你们自己保护自己啊，钱我照收，但是保护要不要指望我，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那个韩国本身的话，我说句良心话，包含台湾的艺人呢，人大陆人喜欢你的话呢，香港的艺人啊，什么 K-pop 啊。大陆那么多人，难道没有吗？那你到东北去挑长得跟韩国人更高、更帅的、更美的，多得要命。人家就是喜欢你夹了几个韩国字，那个夹不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通通都是假的。那 K-pop 突然认知了，发觉我们这一套的话能够忽悠大陆10年可以，忽悠20年以后大陆都看穿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我跟你讲，这个没有用。乐天本身他很乐观，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大陆基本上对于港台明星啊，因为我最近因为跨年崛起的，对，这个是观念，就大家啊，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我去看了一场郭富城的演唱会，这个坐的人在哪里？在大陆吗？在大陆刚回来嘛，就是说我就是以哲学的态度来观察这边现象，就是港台的影视界嘛，就是对大陆来讲的话呢，现在提到台湾的这种表演的时候呢，那几个老的还可以，大概只比我差20岁，比我差40岁的没希望，不可能。
啊，香港的一样，香港四大天王喊了他妈30年了，四大天王一算，哇，60几岁了，哇，都快70岁了，还在那边抖来抖去的，我觉得有点可怜啊。另外的话，讲到那个高市早苗的情况啊，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就是说不能够怀疑美国的这件事情发挥功效。我们以前只听说过，我们不能够怀疑，不知道这个。大家世界上都深信美国不一样，那我觉得欧盟讲的最好笑的，呼吁克制。那最近大陆演习，那对大陆也是喊呼吁克制啊，对大陆喊呼吁克制，不要更改现状。这现在的话呢，对于美国不好意思讲不要更改现状，因为人都抓走了，就呼吁克制。你这个克制什么东西？我真的是，我就是觉得说是整个欧盟当中对于批评美国的这一套，就是说你面对这个流氓给你一大堆选择，我跟你讲，美国现在第一个破坏人家主权，这个不要讲第二个把人家的油拿来卖，然后直接大摇大摆的讲说中国跟俄国你放心，油还照卖，然后还警告下面一个副总统罗德里格兹，跟他讲说你要是做不坏的话呢，我们就再来一次。我的天哪，哪里有这种事情？为什么大家都不敢批评美国，不愿意批评美国，又不想批评美国呢？我真的搞不懂老师敢批评不是啦，老师我们在这里有批评，我们在这里有批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去网络上看一看啊，认为美军英勇的人占绝大多数。对了，因为他们这个行动真的是，我个人认为真的很快，然后又很漂亮。他就是他碰到窝囊废嘛，你有本事你到大陆试试看。回到我们第一节大家刚才讨论的，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们接下来请将军。李在明急着访问中国大陆，我认为他基于3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因素，因为韩国对中国大陆一向都是粗糙，就是卖得多就对了。韩国在去年的话，它的跟中国大陆贸易1800多亿美元，然后韩国赚了，因为韩国是顺差，韩国赚了354亿美元，韩国赚得多，那中国大陆的市场毕竟对韩国重要，那这一次李在明又带了200多个韩国的企业家到中国大陆去看，可能就是寻找商机吧，帮韩国这些企业家来做生意，希望韩国这些企业家多赚点钱。我认为第一个经济问题，第二个问题啊，我认为地缘战略的问题，因为韩国是这个6方安全对话、6方会谈，中国大陆、俄罗斯、美国、日本，加上南韩、北韩6方会谈，在2003年，23年前了，谈一次就不谈了。那现在已经中断，现在2026年了，已经中断23年了。那现在整个地缘战略都在改变了。那除了南北韩有对峙的状况之外，那个韩国在这个地方原则上是孤立的，跟日本人不搭嘎。日本统治韩国35年，从1910年统治到1945年统治，所以他们有历史上的仇恨。那这些现在韩国跟俄罗斯也搞不懂，为什么？因为北韩挺俄罗斯打乌克兰，那现在那个韩国。这个南韩的角色非常的尴尬，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搞不好，那唯一就找中国大陆了，所以他带着这些企业界的去到中国大陆，也有地缘战略的考量。第3个，我认为是因为韩国跟美国，因为美国川普克韩国的这个关税15%，让韩国里的东西卖不出去，卖不到美国，那要找替代市场啊，找替代市场哪边？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近。隔了一个黄海，就是山东半岛，还有辽东半岛，就近有交通成本、运输成本低，时间成本低，观光客彼此又互相交流，很多大陆的观光客都往韩国去。为什么？所以前阵子高市早苗的言论，那不去日本了，那总要找个替代的地方啊，那就去韩国。所以李在明这时候去啊，也是拉观光客，也是拉中国大陆的生意，我想也是来弥补，因为川普对韩国的课的贸易的课关税，他要寻找一个出路，扩大韩国的市场。我想这是他第3个考量的因素。是今年2026年才刚刚开始，美国就突袭了委内瑞拉，所以市场人士说这是一只大天鹅，意外的引爆了行情。我们看到黄金大幅的跳空这个高开。银价也飙升了超过4%，我们的现在金价已经上看每盎司5000美元，而一般还预测白银这个礼拜会突破100美元，不断的涨那人民币的中间价也创下了超过15个月的新高那有可能是去美元化加速吗？我们先来看看呢，一般的机构的评估说是委内瑞拉的行动加入了美元避险角色的不确定性，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有一点危险会进一步恶化。
那另外呢，油价长线有压力，去美元化加速这个事件呢，短期预料将会影响油市的信心，可是不会演变成石油的震撼。也就是说，长线你长久来看，反而加重油价下压哦。那另外呢，科技的这个争夺战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呢，不断的在急起直追哦，甚至是在领先群。科技泡沫之争哦，因为很多人都说啊，你现在 AI 真的太热了，可能马上这个泡泡就要破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是不是过热哦，这是一个分歧点，每一个机构的预估都不太一样。可是呢，我们看到外资现在转身加码中国大陆的一些市场哦，包括你看到中国2025年初到现在它有这个像是恒生指数，还有 MSCI 中国指数上涨超过30所以也被这些所谓的投顾公司认为是主要股票市场表现最好的一个市场之一。那西方有一个智库呢，就报告说从5%到90%，包括呢中国大陆在过去20年，在核能、合成生物、小型卫星这些方面不断的在逆袭。所以呢，现在有一个评估，总共74项的指标，中国大陆以66项排名第一已经占据了90%的领先份额。过去可能只有5%，现在变成90%在20年之间，短短的时间急起直追。而另外呢，投入研发的金额也非常的关键，你投入的钱越多，可能成果越亮丽。现在呢，有一个排行榜出来了，亚马逊它投最多，是第1名，华为挤下了苹果、三星现在是第6名。中国现在投入的资本额已经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了。而另外大摩说，预期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会达到1.4万台。我们看到非常多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科技公司都在发展人形机器人，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宇树发布人形机器人 H2 的训练视频。你看到画面中身高超过1公尺这个1公尺8 180公分的这个 H2， 它展现了飞踢、空翻，还有踹这个沙袋等工作的这些动作所以非常的这个特别甚至把这个西瓜。大家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沙包、沙袋那跟真人其实有一个对打。那另外呢，还有踢翻一个西瓜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如果我是那个真人，我会很害怕。这个非常有威胁性这个是你看空中的一个回旋踢所以当然很多外界都在看，包括西方世界也都在看中国大陆的发展。美国每一年都会有 CES 的电子展那现在呢，中国大陆会有很多的这些公司要角逐 AI 明日终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科技这个所有兵家之地都来了。来请教亮哥，我这个股市涨跟我那时候没有关系了。你说那个美国股市涨还是黄金吗？还是人工智能在涨了 ？OK， 没有，我是说股市了股市我觉得我那时候它会影响的是油价，油价也不会影响了，因为它目前的产量很少。它本来最高的时候一天有300万桶，跟伊朗差不多，但现在已经跌到85万桶，因为它常年都没有投资炼油技术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公司想进场，因为它储量很大嘛，可是这个要能够从国有化变成民营，然后再炼油技术提高，然后再增产，人家估计至少要3年了，所以现在的油价不受影响了，那可是它会加剧有些国家持有美元的疑虑了，我说你可以这样搞人家那你认为沙特阿拉伯他手上的钱是不是要换一点别的？因为有一些国家会想，他跟美国关系好像不是那么好而且这个未来这个王储恐怕跟美国不一致的地方也会不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啦。就是如果世界没有国际法，那多边的国际机构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些大国的作为，那我当然要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恐怕比较明显那至于中国大陆，我是觉得它在几个领域的应用面的科技真的是非常明显。我不敢说是技术超过美国，可是多样性的产品都明显超过美国
比如说今年2025那个比亚迪就卖超过特斯拉，这还是在它不准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下。那怎么买的啊？没有啊，他没有卖给美国啊，卖拉丁美洲，他就已经是超过特斯拉了。你说就除开这个美国市场，他都已经就已经赢特斯拉了。OK， 那你更不要讲别的中国的品牌嘛。中国大陆是全世界唯二啊，新车电车超过油车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是挪威。可是挪威人口才这么一点。对。所以坦白说，全世界的电车中国用了一半。你去想想这个状况。对，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去都是电车，几乎对都是电车，新车几乎都是电车啦。然后那个太阳能，对，太阳能也是啊。然后它的机器人它现在的应用，工业机器人就已经有250万，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啊。对，那个德国只有40万左右，美国才30几万，而且光是京东啊，京东他说他在这2年就要订购300万台。他们自己用吗？对，那个不是人形的，你不要把机器人我们翻译的不好了，对，事实上是 robot，就是自动的机器装置。那京东订购了300万台，各种工作，对，各种工作，那就是他要把他的那个工厂内的运作都自动化。那有人就失业了呀？自然会有新的工作啦，可是当然会有点时间差啦。我觉得中国大陆运用不一定是人形的大陆叫具身嘛，具身机器人在中国主要的发展是家用、家事机器人，还有那个照护机器人，就是长照2.0、3.0，这2个在今年会有大爆发，对，而且它人那么多，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使用量。长照真的很重要，如果以后可以引进的话，对，可是他必须要能够读懂病人的想法，因为他可能会表达不清楚，所以必须要能够判读情绪。对，这个需要有一点新的能力在里面，可能还需要在研发或者在试验更成熟，需要点我们哲学家的需要哲学家。我有去成都参访一家这种公司了，他们就把那个机器人的脸弄成卡通，说这样子老年人看得比较亲切感，不会害怕。然后他要能够判读老年人的心情状况，知道他哪里不舒服，所以他要有不同于我们看到是店里那种机器人，要有不同的能力了。对，而且有些老年人，他讲话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又生病，对，还有各种方言有时候是搞不好连讲话都讲不太出来。对，那你要判断他要什么。这个就他可能用笔的嘛，对，很重要。他就要 demo 给我看，这样会改善。这个如果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那当然是拭目以待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请教苑老师怎么看中国大陆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我跟你讲哈，这个刚刚亮哥提到了很多有关于大陆科技的发展这个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我最近的话呢运气很好，有个好朋友很有名，送我了一台讯飞的这种公文本哇不得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手指上原来我存了一大堆，每次上完节目之后，这个纸都带回去当演算纸，现在不用了公文本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像一个大型的手机一样，非常好。刚刚这个亮哥讲到说，他讲到科技除了新颖以及这个多元以外，另外我再补上一件事情就是价格我必须强调大陆的这个科技上的发展当中就有一句话，只要这个科技你有做得出来，大陆的话呢跟上去以后，只要它一旦做出来，连盾构机在内，马上变成白菜价，你知道这个不得了，因为大陆最近有好多，你知道那个新疆的那个南北疆的天山山脉被打通了，对，有，那本来要过去他妈几个小时8小时吧，那现在一过去25分钟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盾构机非常厉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陆的科技发展，我觉得最了不起的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必须做点宣传。大陆的科技所以重视价格的白菜价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就大陆的整体上的科技的应用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让人家就会发觉说，这个不是单纯说单一科技进步。我必须强调从这个教育开始。
啊，然后从资源的分配啊，然后呢到这个人才的这个培育，以及的话呢，慢慢的话呢，甚至于有民族自信心的建立啊，有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包含你刚刚看到那个语数科技的王欣欣，就差点被踢到那个啊，他假装差点被踢到，哇，他非常厉害啊，他自己大学没考好啊，上海大学也不差了，但是他本身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他完全了解到如何使得人性机器人更像人这一点。其实大陆要注意哈，就是说在整个这个 AI 的发展啦，或者说是航天科技啦，或是其实最重要的有2点呢，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价格，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军事科技啊。我们现在看到了民间科技的话呢，这个王欣欣本身这个人代表语数署，那军事科技里面发展的话更是不得了。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啊，我觉得大陆今天的科技发展是被逼出来的。啊，他不发展科技，他根本没办法生存。他想要活得好，要活得有尊严啊。那美国敢来到这个委内瑞拉来乱搞，那美国敢不敢到中国乱搞？这个大家心里就知道了嘛。啊，可以就是说可以想到，这实际上的发展呢，就这种情况。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将军。我认为这个黄金啊，还有银啊，还有铜啊，都是在看的话，就是一直上涨，因为有几个因素：美国国债重突破38兆了；第二个，美国的通货膨胀也高，到了2.8%，那都也是很高啊。那美元就是贬值啊，那美元贬值呢，大家就买黄金、买白银啊，甚至买铜啊，而且现在又是区域不稳定。对不对？你包含伊朗也不稳定啊，俄乌战争还在打，那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就区域不稳定，大家买黄金来保值，让美元大家把它美元能够抛就抛。美元现在的外债啊，大家不是一直买美债外债，美元现在外债29兆美元外债，欠其他的国家，因为其他都买美债啊，是这样。那所以30兆了。那变成它还有个内部的就这样对，所以大家就开始就是抛美元买这些黄金白银了。第二个，我们来看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呢，我认为将来会在军事上广泛运用。以后站卫兵啊，人形机器人在站啊，站卫兵每天晚上呢这边站2歇4，站4歇2，晚上呢就是人就卫兵过来干嘛？什么他就过来了。对，人形机器人。第二个，将来危险的任务啊，让那个人形机器人去，那前面是地雷，边界就已经是对，这样子要结果他也不会打瞌睡。对，结果不会打这个机器人，那机器人踩到地雷了，那回去修一修就好了嘛。那个腿换一下，那个踩到地雷了，人不行啊，人要锯腿啊，人机器人换个腿，把它扛回去，换个腿就又出来了。这样也比较人道。你看他刚才踢那个西瓜好准呢，好可怕。他悬空他还有，问一下他踢完之后还站在那边。如果被他踢到还得了？对，赶快闪啊，要注意到。所以将来在军事用途会非常广泛。另外一个将来伺候啊，要伺候或者是关通人员。我们讲到那个侦察兵啊，让他去，因为他比较危险。机器人你去，因为你像侦察兵前面有没有什么状况，就什么人机器人回来回报了，前面是好的，没有什么东西，只看到2个阿兵哥，他可能就类似这个样。踹门的任务叫人形机器人去，对。然后将来的雷区还有未爆弹，那未爆弹没有爆那人去不行那会爆掉还得了啊？机器人你去。结果炸掉了，再修一修之后，可能头还什么线路短路了，把它装一装之后，人机器人又好啦，这没有关系啊，反正是花钱就是了嘛，换个手换个腿，或甚至有时候换个脑袋，它也就可以再继续做使用了。所以将来可能在军事用途上啊，可能会首先广泛使用，然后再大量在民间、在餐厅、饭馆或者旅游区，将来这个机器人。